在我们正式走进帕克的这份预言之前，有一个问题或许值得我们先放在心上：为什么偏偏是现在？为什么这份关于中国的核心预言会在这个特定的时间点上引发如此巨大的关注与讨论？答案其实就藏在我们每天所看到的新闻里，经济的种种异象，权力高层的反常变动，两岸之间那根越绷越紧的弦，再加上整个世界格局正在经历的剧烈洗牌。当这些现实中的碎片与一位预言者口中的画面开始一块一块地严丝合缝地拼接起来的时候，我们很难不去认真地多看上几眼。这或许正是这份预言最让人无法移开视线的地方。也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不想只是把它当成一则猎奇的故事来听，而是想沉下心来，把每一个环节都掰开了揉碎了，好好的看个明白。事情要从2025年11月那场震惊全世界的大火说起。那一天，香港大埔的鸿福苑突然燃起熊熊烈焰，最可怕的是，起火的不止一栋，而是好几栋高层住宅几乎同时陷入火海，浓烟翻滚，遮天蔽日。等到大火终于被扑灭，伤亡名单上已经写满了上百条鲜活的人命，这成为香港近年来最惨烈的一场灾难。整座城市瞬间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连影坛巨星周润发在出席颁奖典礼的时候都一度哽咽到说不出话。他用粤语、中文、英文3种语言请全场的朋友起立，为罹难者默哀。那一刻，灯光熄灭，全场肃穆，整个画面沉重的让人喘不过气。可是真正让无数人不寒而栗的，并不是这场火本身有多惨烈，而是这场火发生之前的一段话。早在2023年11月，也就是这场灾难整整2年之前，帕克就在他的节目里公开讲过一段预言。他说，他清清楚楚地看见香港有好几栋大楼着火了，他还特别加重语气强调是好几栋高层建筑。在他看到的那幅画面里，火光冲天，而火光之下，有人正在彼此激烈地互相指责。整件事的背后似乎牵扯着复杂的政治因素，看起来更像是一场蓄意为之的纵火。当时听到这段话的人，恐怕没有几个会真的放在心上。谁能想到呢？2年之后，这幅在当时听起来近乎天方夜谭的景象，竟然会以如此精准、如此残酷的方式在现实中一一重演。而围绕着这场大火，还有一连串说不清道不明的诡异巧合。就在火灾发生的隔天，深圳、广州、香港这3座相邻的城市，天空竟然不约而同地变了颜色。一场极其罕见的血色火烧云笼罩在人们的头顶，整片天空被染成浓烈刺目的橘红与深红，仿佛有一团看不见的烈焰正悬挂在这座城市的上空。许多人望着那片诡异的天色，忍不住联想，这是不是天地同悲？是不是连上天都看不下去了？与此同时，香港的廉政公署迅速立案展开调查，坊间更流传着各种版本的内幕说法。有自媒体人爆料，声称收到了来自高层的消息，将这场大火与房地产的烂摊子、与某些利益的倾轧、与所谓的纵火指令联系在了一起。真相究竟如何？外人或许永远无法完全看清，但那种山雨欲来的压抑气氛是真实存在的。有人把鸿福苑这场火和当年的格兰菲塔大火做了对比，那是发生在2017年6月的悲剧。伦敦一栋24层的高层住宅突然起火，整整烧了60个小时才被扑灭，最终造成约70人罹难。帕克说，直到今天，许多英国人都还记得那场可怕的灾难，记得有那么多人被困在大楼里，再也没能逃出来。如今，同样的悲剧以一种更大的规模在香港上演。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媒体的报道，就在出事的这个鸿福苑，今年其实已经发生过好几起与棚架、围网相关的火警隐患，一个又一个的警讯被忽略，最终酿成了无法挽回的大祸。这背后到底是纯粹的疏忽，还是另有隐情？在这场大火的废墟之中，藏着太多让人心碎的细节。有一位幸存的住户事后回忆，当时他和家人被困在屋内，电力中断，浓烟一点一点地灌进来，呼吸变得越来越困难。他知道整栋大厦本来有2个逃生门，
可是当他冲到门前，才绝望地发现，其中一个竟然长期被上了锁，而另一个通往大堂的方向早已变成了一片火海。那一刻他才明白，原来那2个所谓的逃生门根本就不是用来逃生的。在等待救援的绝望之中，他甚至开始在手机上逐一向自己的朋友道别，留下了"如果我有事，帮我照顾孩子"这样令人心碎的字句。这样一个个真实到令人窒息的故事背后，是无数本可以避免的疏失。也正因为如此，当火灾的矛头被迅速地引向那看似落后的竹制棚架时，许多人的心中反而升起了更深的疑问：一栋大楼的外墙在正常情况下又怎么会如此轻易地烧成这般惨烈的模样？而围绕着这场灾难，现实与预言之间那种高度的吻合，更是让无数人感到一阵阵的惊悚。就在不久之前，影帝刘德华主演的一部电影，讲述的正是一座城市里高楼接连起火的惊险故事。那些电影里的情节竟然像是一语成谶，活生生的在现实中上演了。不止如此，还有人翻出了一套来自西方的，据说充满了各种预言意味的神秘卡牌，发现其中竟然有一张描绘着一条坠落的火龙。许多人将它与这场大火的种种细节联系在一起，越看越觉得心惊。当帕克的预言、电影的情节，还有这些神秘卡牌的图案，三者叠加在一起，共同指向同一场灾难的时候，那种感觉已经很难再用单纯的巧合2个字轻轻地带过去了。面对这场大火，帕克自己也说过一段非常耐人寻味的话。他坦言，预知这种能力其实就像隔着一面镜子，或者隔着一层毛玻璃去看世界，往往没办法看清事情的全貌，画面有时是模糊的，更难以把它精准地对应到某一个确切的时间点上。这也是为什么他常常会看见一些画面，却连他自己都无法完全解读。可是这一次，他对鸿福苑这场火给出了一个格外特别的定位。他说，那栋不寻常的燃烧起来的大楼，在他眼中就像是一座灯塔。灯塔这个词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这场火会像灯塔的光一样，照亮接下来即将陆续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他甚至直接抛出了一个让人心头一震的疑问：香港是不是很快就要爆发某种起义？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一层一层深入剖析的核心所在。对帕克而言，鸿福苑的这把火从来都不是一场孤立的、单纯的建筑安全事故，它是一个信号，一个开端，一根被点燃的连着巨大火药桶的导火线。而这根导火线的另一端所连接的，正是整个中国接下来的命运走向。我们也别忘了，帕克之所以能在华人世界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并不是凭空而来。这些年，从那场席卷全球的疫情到一系列重大的国际变局，他都曾留下过令人印象深刻的预判记录。正因为如此，当他这一次如此郑重地把焦点对准中国的时候，没有人敢轻易地把它当成耳边风。那么，顺着这座灯塔所照亮的方向看过去，帕克究竟看见了什么？接下来的每一段都值得我们屏住呼吸，仔细聆听。事实上，帕克对中国的关注并不是最近才开始的一时兴起。如果把他这些年来关于这片土地的种种预言，按照时间顺序一条一条的串联起来，你会发现，那其实是一幅在不断推进、不断清晰的连续的图景。从很早以前，他就反复地提到香港的动荡，提到内部的权力斗争，提到那场终将到来的巨变。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口中的画面似乎也在一点一点地从模糊走向具体，从遥远走向逼近。这就好像他一直在隔着那层毛玻璃凝视着同一个方向，而那个方向上的景象正在随着时间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出来。也正因为这份跨越多年的连续性与一致性，他这一次关于中国将发生大事的判断才显得格外有分量，格外让人无法等闲视之。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2025年的年底，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帕克都会发布他对下一年的世界预言。而在他对2026年的整体描述里，中国占据了一个格外醒目也格外沉重的位置。他用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叫做可见的内部分裂。请大家特别留意这4个字，可见的。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
那些原本被严密地掩盖在水面之下，被层层粉饰太平所遮住的裂痕，将会在这段时间里一道一道地浮上台面，变得连最外围的旁观者都能够清清楚楚地看见。当分裂从暗处走到明处，往往就代表着事情已经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这种分裂会以什么样的具体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帕克描绘了几个非常具象的场景。他看见薪水发不出来了，无数辛勤工作的普通人付出了汗水与时间，到头来却拿不到那一份本该属于他们的报酬。他还看见债券被冻结了，那些原本被当作稳定基石，被视为可靠保障的金融资产，突然之间动弹不得，化为一纸空谈。这些画面拼凑在一起，所指向的是一场从经济最底层的根基开始，慢慢向上蔓延，向四周扩散的深层危机。我们可以想象，当一个如此庞大的系统，连发薪水，连兑付承诺这样最基本的运转都开始接连出问题的时候，那种弥漫在空气中的不安与恐慌，会像投入湖面的石子，激起一圈又一圈不断扩大的涟漪，最终席卷每一个人。我们不妨再往深处想一想，这样一场从经济根基开始的松动，它所牵动的绝不仅仅是某几个人的钱包而已。在一个高度紧密相连的现代社会里，当薪水开始拖欠，当企业开始倒闭，当原本被视为稳固的承诺一个接一个的落空，那种信任的崩解会以惊人的速度传导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人们会开始囤积，会开始观望，会对未来悄悄地失去信心。而当一个庞大经济体的内部出现这样的裂缝时，它所激起的波澜更会顺着全球贸易的脉络一路扩散到世界的另一端，影响到包括我们在内的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帕克所看见的可见的内部分裂，从来都不是一个遥远国度的孤立故事，而是一场可能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连锁反应。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如此认真地去看待他口中的每一个画面。但这还远远不是全部，帕克还看见了一场规模重大的基础设施灾难。对于这场灾难的细节，他形容得相当模糊。他说，那可能是一场惨重的火车事故，但也可能跟三峡大坝有关。三峡大坝这4个字一旦被说出口，许多人的心都会不由自主地猛地一揪。那是一座承载着上下游无数人身家性命安危的庞然大物，任何与它扯上关系的灾难所带来的后果都远远超出了我们所能承受与想象的范围。我们无法确定帕克在那片模糊的画面里究竟看见的是哪一种具体的景象，但他所传递出来的那种沉甸甸的挥之不去的不祥预感却是无比清晰的。这也提醒着我们，在那片土地之上潜藏着太多我们未曾留意却又攸关重大的风险。而比起天灾更耐人寻味，也更令人心惊的是帕克对权力最高层的那一番观察。他预言会有一位身居高位的官员神秘的消失，或者离奇的死去。在一个极度讲究表面稳定与绝对秩序的权力结构里，一位高官的突然蒸发往往不会是一个孤立的偶然事件，而是水面之下那场剧烈博弈所露出的小小一角冰山。帕克反复提到，他强烈地感觉到最近这段时间那里正在发生一连串的军方清洗，以及一轮又一轮的权力重新洗牌，而整个过程的气氛看起来竟然有那么几分像是一场无声的政变，一只只看不见的手正在棋盘之下激烈地角力。可是外界所能看到的永远只是这座冰山浮在水面上的那一点点而已。帕克自己也在不断地追问着同一个核心问题，这些雷厉风行的清洗动作到底是当权者在主动的未雨绸缪的清除潜在威胁，还是说它本身其实已经显露出了某种虚弱，正在一点一点地失去对局面的掌控？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所指向的是两个完全相反的未来。他进一步深入分析，当一个权力结构开始变得不稳定的时候，那些刚刚被提拔上来立足未稳的军方新贵往往会急于建立属于自己的历史功绩，急于证明自己的价值。而在这种焦躁心态的驱使之下，对外制造一个共同的敌人就成了转移内部矛盾与压力最直接同时也是最危险的手段。这个冰冷的逻辑
我们在后面还会再回过头来细细探讨，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我们脚下这座岛屿的安危。顺着这条线索一路往下追，帕克的预言终于触碰到了那个最敏感也最核心的所在。他说，他清晰地感觉到习近平生病了，出了某些状况，但是这件事被极其严密地掩盖了起来。在他所看见的画面里，这场病情并不简单，他和整个中国即将迎来的那场巨变紧紧地密不可分地缠绕在一起。帕克的判断是，习近平的健康问题极有可能会成为引爆中共内部分裂的那个关键变数。一旦这个变数被触发，就会像推倒第一张骨牌一样，进而引发更大范围的剧烈动荡，甚至从根本上动摇整个政权的根基。在最高权力的核心地带，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他所描述的那个场景是这样展开的。为了掩盖住这个真相，一场规模庞大的行动悄然展开。而在这场行动的最后，习近平活了下来。但是请注意，活下来并不代表着一切就此回到原点，风平浪静。在帕克的解读里，这场病，这场掩盖，这场围绕着最高权力上演的暗流涌动，恰恰正是后续那一连串连锁反应的真正起点。他说过一句分量很重的话，他所看见的所有这些事，到最后都是在共同的一步一步地促成同一件大事，那就是一场发生在中国的革命。所有看似零散的线索，最终都会流向了同一个方向。在帕克的这套叙事逻辑里，最高权力核心的那一丝不稳，就像是整个庞大机器运转之中最关键的那一颗螺丝。一旦它开始松动，那种震动就会顺着层层叠叠的权力结构一级一级地传导下去，最终撼动整个体系的根基。一位高官的离奇消失，一轮接一轮的军方清洗，再加上那场被严密掩盖的健康危机，这些看似互不相关的事件，在他眼中其实都是同一场深层地震，在地表之上所留下的不同裂痕。而当这些裂痕累积到某一个临界点的时候，一场真正的可见的崩裂也就在所难免了。这正是他所说的那场革命最深层的结构性的根源所在。它并非凭空降临，而是长久积累之后的必然爆发。说到革命这两个字，这其实并不是帕克临时起意最近才冒出来的新念头。如果我们耐心地翻开他更早以前的记录，会惊讶地发现，这个主题他已经反反复复地讲了10几年之久。早在2012年，帕克就做出过一个在当时看来相当大胆的预言。他说，他预见中国将会发生一场革命，而点燃这场革命的第一颗火星，他感觉会出现在台湾周边的海域，在某一起突发事件之后被引爆。紧接着，香港和蒙古会相继爆发骚乱。这些看似零散的冲突，会像一根接一根投入火堆的干柴，不断地把整个局势推向那个最终的沸点。现在回过头去看，这个在2012年听起来简直有些不可思议的预言，其中的好几个关键环节竟然真的一个接一个地应验了。他预言香港会有骚乱，而到了2014年，香港确实爆发了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他预言环境的灾难会引爆经济的灾难，他预言美国和中国之间会爆发激烈的经济冲突，他预言俄罗斯和中国会逐渐结成紧密的同盟，他甚至预言全世界会开始慢慢地停止购买中国制造的商品。这一条一条曾经被视为空想的预言，如今放在我们眼前这个真实的世界格局里再去看，是不是都已经有了清晰可辨，甚至越来越浓重的影子？这份跨越10几年的吻合，正是这份预言最让人无法忽视的地方。那么，这场被反复预言的革命，最终究竟会是什么模样？帕克给出的描述和许多人脑海中想象的那种画面其实不太一样。他说，这场革命并不会像当年的阿拉伯之春那样演变成血流成河的惨烈景象，但它依然会是一场声势极其浩大，有时甚至会带着暴力色彩的人民运动。愤怒的人民会把手中的矛头狠狠地对准那根深蒂固的贪腐，对准那些靠着特权与不公迅速积累起来的新财富。而更出人意料也更具戏剧性的是，帕克预言最初推动这股民主浪潮的力量竟然极有可能
来自那些信奉着毛泽东思想的人。这个说法乍听之下似乎充满了矛盾，但帕克的解释却颇有一番深意。他说，当年毛泽东的做法是直接枪毙那些贪官污吏，而在未来的某一天，会有一部分民众循着这个古老而激烈的传统，把对抗贪腐这件事重新握回到了自己的手里。而这种由下而上、自发掀起的行动，反过来又会点燃整个社会对于民主的强烈呼唤。当权力试图进一步压制媒体的声音，封锁网络上一切异议的时候，这股被压抑的反弹力道只会越积越强，越憋越烈，最终汇聚成一股谁也无法阻挡的燎原之势。历史总是在这种看似矛盾的张力之中悄然转向。帕克所描绘的这场由下而上的革命，如果我们把它放进中国那条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去看，其实别有一番意味。翻开厚厚的史书，这片土地上的王朝似乎总是在一治一乱之间不断的循环往复。每当一个王朝走到了它的末路，当贪腐横行，当民怨沸腾，当上层的权力结构开始从内部一点一点的腐烂崩解的时候，一场自下而上的巨变往往就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轰然爆发，然后一个旧的时代落幕，一个新的时代登场。帕克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西方人，他未必会像我们一样对这段循环往复的历史如此熟悉，可是他凭借着那份独特的感知所捕捉到的那幅画面，那种山雨欲来、旧秩序即将崩解的气息，却与我们老祖宗所反复书写的那套历史规律惊人地重合在了一起。这种跨越了文化与认知的不谋而合，或许正说明了有些深植于历史深处的规律是不分东方与西方，谁都能够隐隐约约地感知得到的。而说到这场关乎中国命运的巨变，其实预见它的又何止帕克一人。如果我们把目光从西方的这位预言者身上转回到我们自己这片土地上那些流传了千百年的古老典籍，会发现一种跨越时空的惊人的呼应。无论是那部被誉为千古奇书，据说预言了历朝历代兴衰更替的推背图，还是那些口耳相传的古老谶语，似乎都曾隐隐约约地指向过一场发生在这片古老土地之上的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一个旧的时代走向终结，一个新的格局悄然开启。这样的母题在东方的预言传统里其实一再的出现。当来自西方的帕克用他的方式看见了中国的内部分裂与重生，而我们的老祖宗又用他们的方式留下了相似的暗示。这种来自东西方两端的不谋而合，本身就是一件足够引人深思的事情。它仿佛在提醒着我们，有些变化或许真的是大势所趋，是历史长河之中那无法回避的必然转折。现在让我们回到刚才特意埋下的那条伏笔，那个关于我们脚下这座岛屿的沉重问题。在帕克所有关于中国的预言之中，台湾始终是一个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关键字。他不止一次地感觉到，一场足以撼动整个全球格局的冲突，很可能就会以台湾作为那个最危险的引爆点。这份沉甸甸的判断并不是空穴来风的危言耸听，而是建立在他对整个权力运作逻辑一步一步深入推演的基础之上。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我们来说，这部分的内容恐怕需要格外用心去听。还记得我们前面反复提到的那个冰冷逻辑吗？当一个威权体制的内部、经济、政治和权力同时走向崩溃的边缘时，它最本能也最直接的反应，往往就是急切地向外去寻找一个共同的敌人，试图用外部的紧张与冲突来掩盖和转移内部那无可救药的溃烂。而在这套生死攸关的逻辑之下，台湾不幸的成了那个最容易被选中的、最危险的出口。帕克说得非常直白，他说，这已经不再仅仅是一场单一战争的问题了，它本质上是一个摇摇欲坠的体制，在多重危机交织缠绕之下，几乎是必然会做出的应激反应。它的根源深植于那个体制本身的困境。不过，关于那个最让人揪心的时间点，帕克引述了一个格外特别的依据，他提到了来自遥远印度的纳迪叶预言。根据这份神秘而古老的记载，对台湾真正动手这件事
在2026年之前发生的可能性其实并不算高。可是，真正的需要高度警惕的风险会在2027年前后显著的急剧上升。一旦那个脆弱的临界点被狠狠的触碰，所引爆的可能就不再只是一场局部的区域性的冲突，而是一场有可能席卷更大范围甚至牵连全球的惨烈对抗。这条被反复强调的时间线，值得我们每一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把它牢牢的、深深的记在心里，因为它所关乎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切身的未来。或许有人会好奇，帕克所引述的这个纳迪叶预言究竟是什么来头？它是源自古印度的一种极为神秘的预言传统。相传，远古的圣者早已将无数人乃至于整个世界的命运刻写在了一片片古老的叶子之上。帕克之所以会特别参考它，正是因为他想为那些模糊的画面寻找一个更为清晰的时间坐标。当西方的通灵感知与东方的古老记载在同一个时间点上交汇的时候，那份警示的分量自然又重了几分。对于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来说，与其终日活在无谓的焦虑与恐慌之中，倒不如把这份预言当成一个提醒自己未雨绸缪的契机，看清局势，保持清醒，照顾好自己与家人，把日子过得踏实而从容。这或许才是面对任何不确定的未来，我们所能握在手里的最坚实的力量。这份从容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并不容易。在资讯爆炸的今天，各种真真假假的消息每天都在不断地冲击着我们的神经，稍不留意就很容易被卷入无谓的恐慌与焦虑之中。而真正的智慧恰恰在于能够在这一片喧嚣之中分辨出哪些是值得认真对待的趋势，哪些只是过眼云烟的噪音。帕克的预言也好，古老的谶语也罢，他们真正的价值从来都不是让我们去精准地预测某一天会发生什么，而是提醒我们要对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保持一份应有的敬畏与警醒。一个能够看清大势又能安顿内心的人，无论外面的风浪有多大，都能在自己的那条小船上稳稳地把住手中的舵，把我们的视野再进一步放大。帕克笔下的这场惊天大变局从来就不是中国一家的独角戏，他所牵动的是整个世界的这盘大棋。早在很多很多年以前，他就已经预见了俄罗斯会把目光逐渐转向东方，和中国越走越近，越靠越紧。俄罗斯会向中国源源不断地输送石油与军事技术，而这两个大国所结成的这个强悍联盟，会对美国长久以来的世界霸主地位构成一次空前严峻的挑战。世界的力量天平正在悄然地发生倾斜与位移，而当这个东方联盟变得越来越强大的时候，它周边的国家自然也会感受到那份逼近的威胁。帕克预言，日本会因此而感到深深的不安，甚至会开始认真地考虑建立属于自己的核子下组力量。在这段风云变幻的时间里，整个东亚区域都会陷入剧烈的动荡与深刻的不确定之中。我们不妨回头看看这些年俄罗斯和中国频繁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再看看日本国内关于是否要松绑防卫政策的种种激烈讨论，这一切是不是都和他多年前的那番描述隐隐的相互呼应着？历史的走向有时就是这样令人玩味。帕克最近还把他敏锐的焦点放到了一个许多人都意想不到的地方，那就是遥远的英国。他观察到中国对英国的影响力已经不只是在单纯的扩张了，而是到了一种他认为过度甚至危险的程度。他毫不客气，相当尖锐地指出，这些年来英国的政客们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犯下着同样致命的错误。他们打着经济合作的漂亮旗号，却一步一步地把国家最关键的核心产业，把宝贵的技术，把至关重要的战略安全，几乎是拱手相让地交了出去。帕克甚至用了疯狂和愚蠢这样毫不留情的字眼来形容这些短视的举动。他说，有些政客仅仅是为了换取眼前那一点点短期的政治分数，就不惜编造出各种协议，而他们所牺牲掉的却是整个国家长远的根本性的核心利益。这番话听在许多有识之士的耳里，恐怕格外刺耳，但同时也格外的真实。
从这一连串横跨欧亚大陆的观察里，我们其实可以隐隐地看见帕克心中那幅更大的世界图景。在他的感知之中，我们所熟悉的那个由单一强权所主导的旧秩序正在一点一点地走向瓦解。一边是东方联盟的崛起与扩张，另一边是西方世界内部那挥之不去的撕裂与动荡。整个世界的力量版图正处在一个剧烈而微妙的重新洗牌的关键时刻。而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任何一个区域的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像蝴蝶扇动翅膀一样，引发一场席卷全球的连锁风暴。帕克所反复强调的那些危机，与其说是各自孤立的事件，倒不如说他们是同一场世界级大变局之下彼此牵连、相互影响的不同切面。看懂了这一层，我们才能真正的理解他那份对于未来的深深忧虑，也才能明白为什么远在东方的中国之变会与整个世界的命运如此紧密地绑在一起。在帕克众多的预言当中，还有一段特别让人从心底里升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寒意。他说，他隐隐约约地看见有一种病毒正在悄无声息地潜入，而它的源头竟然指向了像日本这样的地方。更诡异的是他那匪夷所思的传播路径。帕克形容这种病毒可能藏身在某种游戏产品的内部，透过游戏机、电脑这样日常的管道，让毫无防备的孩子们在不知不觉中接触到它。然后病毒开始悄悄地一点一点地蔓延开来，直到某一天毫无预兆地突然爆发。而在这一切的最背后，他感觉到那个真正的始作俑者很可能正是中国。听到这段话，许多人会立刻联想到几年前那场彻底改变了全世界运转方式的疫情。帕克当年精准地提前预言新冠到来的那段记录，直到今天仍然让无数人记忆犹新，心有余悸。所以当他这一次再一次地郑重提起病毒这两个沉重的字眼时，没有任何人敢轻易地把它当成一句无关紧要的玩笑话。他还特别补充说明，这些事件具体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可能就跟当初他看见香港大火的那种情况一模一样，难以被精准地锁定在某个时间。但是他无比确信，这些在他眼前闪过的画面终将会以某种我们意想不到的形式一步步地化为冰冷的现实。这种对于病毒的预感之所以格外让人在意，是因为它触碰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最深的一道集体记忆。我们都曾亲身经历过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是如何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彻底改变了整个世界的运转方式，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轨迹。那种从未知中袭来的恐惧，那种措手不及的慌乱，至今想来依然历历在目。所以当帕克再一次把这个沉重的话题摆到我们面前的时候，他所唤起的就不只是对一个遥远预言的好奇，更是一种源自切身经历的深深的警觉。他或许无法告诉我们确切的时间与地点，但他所传递的那个信号已经足以让我们重新意识到，在这个高度连结的世界里，我们其实远比自己想象中要脆弱得多。除此之外，帕克对于香港还有一个格外意外的观察，他看见香港会出现粮食短缺的严重问题。对于这一点，连他自己都感到有些不可思议，因为在他原本的印象里，香港作为一个高度发达的国际都市，它的粮食供应一向是相当充足、相当稳定的，怎么可能会缺粮呢？可是他眼前的画面就是如此真切地呈现着。他进一步深入推演，随着印度的强势崛起，中国与外界之间的某些重要贸易协定可能会因此而终止，而这会成为香港再一次爆发起义的新的导火线。如果这一幕真的不幸地上演，那将会是又一场惨烈无比的事件。一座早已习惯了极致繁华与便利的国际大都会，一旦连最基本的粮食都开始出现短缺，那种由内而外的巨大冲击足以从根基上动摇整个社会的稳定。说到这里，你可能已经觉得帕克为我们描绘的是一幅彻头彻尾没有一丝光亮的末日图景，但是事情其实并非如此。如果我们有耐心把他的预言完完整整地听到最后，会惊喜地发现，
在所有的动荡、崩塌与混乱之后，它最终所指向的，竟然是一道穿透乌云的曙光。帕克始终坚定地相信，眼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切混乱，并不是一个冰冷的终点，而恰恰是一个全新时代即将到来的序章。他反复的、不厌其烦地强调着一个核心主题，那就是一场席卷全球的前所未有的大觉醒正在悄然降临。在这场惊天大变局的尽头，帕克看见了一个焕然一新、脱胎换骨的中国。他预言，在经历了那场革命的洗礼与淬炼之后，中国将会孕育出一种全新的、迷人的民主资本主义模式。而这个崭新模式的思想根源，他明确地说，来自孙中山先生当年的伟大理念，这是一个非常具体也极其震撼人心的指向。他相信，这个从古老土地上重新生长破土而出的制度，不仅仅会为中国自身带来久违的希望，甚至还会反过来深刻地影响并启发世界上其他许许多多的民主国家。古老的东方智慧将以一种崭新的姿态重新照亮世界。孙中山先生的理念，这个指向本身就承载着一份特殊的历史重量，那是一套融合了东方的民本思想与现代的民主精神，试图为这片古老土地寻找一条独特出路的政治理想。帕克之所以会明确地提到它，在许多人看来并非偶然，它仿佛暗示着这片土地未来的转变并不会是对某一种外来模式的简单复制，而是会从自己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之中重新生长出一套真正属于自己的全新的秩序。一个曾经的伟大理想，在沉寂了漫长的岁月之后，会不会在未来的某一天，以一种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重新焕发出它的生命力？帕克的这份预言至少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值得长久玩味的巨大的想象空间。不止如此，帕克对于西藏的未来也有一段格外动人的描绘。他预言，西藏终将获得真正属于自己的自由。在他所看见的那幅画面里，未来的西藏不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封闭而神秘的角落，而是会庄严地宣布自己成为一座精神的国家公园，化身为全世界共同仰望的一座心灵的灯塔。而推动这一切美好变化的重要力量，他认为会是一个飞速崛起的印度。帕克甚至大胆地断言，从更为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印度的经济体量终将会超越中国。世界的重心正在发生着一场我们难以察觉的缓慢而深刻的转移。还有一个层面是帕克特别看重也反复提及的，那就是精神与信仰的全面回归。他预言，当中国那台曾经高速运转几乎停不下来的经济机器逐渐放慢脚步之后，一场深刻而宁静的精神转变会悄然地发生。古老的道教信仰会重新焕发生机，迎来复兴。风水和命理之学也会再一次受到人们普遍的重视。帕克所描绘的那个未来的中国，是一个更加快乐、更加从容的中国。他的人民会逐渐地减少对于外在物质的盲目执着，转而从自己那悠久而深厚的传统文化里重新找回内心深处的安宁与真正的幸福。那些曾经一度被视为沉重包袱的古老传统，会被人们重新看作是通往那个光明未来的最坚实可靠的基石。而帕克所说的这场觉醒，它的范围其实远远不止于中国一地。在他的感知里，这是一场真正属于全人类的、跨越了国界与肤色的精神苏醒。他相信，当旧有的那套建立在无止境的物质追逐与贪婪之上的旧秩序逐渐走向它的尽头之后，整个世界都会慢慢迎来一个崭新的，他称之为黄金时代的全新纪元。在那个他所描绘的未来图景里，人们会一点一点地从过去那种被金钱与权力所驱使的疲惫奔波之中慢慢抽身出来，重新去思考生命真正的意义究竟在哪里。科技依然会不断地向前发展，但它不再是冰冷的凌驾于人之上的主宰，而是会重新回到服务于人本身的那个位置。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那道在过去被无限撕裂、无限拉远的鸿沟，会在这场深刻的觉醒之中慢慢地重新愈合。帕克说，这场大觉醒并不会在一夜之间就轰然完成，
它会像春天的积雪悄悄融化一样，一点一滴的在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静静的发生。而那场发生在中国的巨变，那场旧时代的崩塌与新秩序的重生，在他看来，恰恰正是这场席卷全球的黄金时代最重要的也最关键的一块拼图。一个古老的文明在经历了漫长的阵痛与淬炼之后，会以一种全新的姿态重新站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央，并且为整个人类文明的转向点亮一盏指引方向的明灯。当然，面对这样一份内容如此惊人的预言，我们在心生震撼的同时，也必须始终保持着一份难得的清醒与理性。质疑的声音从来都不曾停止过。有人尖锐地指出，帕克的某些预测其实是把往年那些并没有应验的内容换了一个新的说法，重新再讲了一遍而已。也有人说，他对于时间点的拿捏经常会出现不小的偏差。对于这些质疑，帕克本人其实有过一个相当坦诚也相当真实的回应。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的时间点或许算错了，但那个画面始终是清晰的。这句看似轻描淡写的话，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恰恰道出了预言这件事最真实也最本质的样貌。它从来就不是一张精确到分秒的时刻表，而更像是一种对宏大趋势、对未来方向的模糊而深刻的感知。而如果我们把帕克的这份预言放回到我们自己这片土地的文化脉络里，会发现一种更加奇妙、更加令人深思的共振。2026年，在我们传统的干支纪年里，正好是丙午年，也就是民间口耳相传的赤马年。丙与午这两个字在五行之中皆属火，火上加火，象征着一种格外强烈而叠加的熊熊火势。更巧合的是，这一年恰恰落在了每隔60年才会出现一次的赤马红阳节之中。我们只要翻开厚厚的史料，就会惊讶地发现，历史上许许多多的动乱、战争，乃至于改朝换代的巨大变动，都恰恰发生在赤马、红阳这样特殊的年份里。当帕克所看见的香港大火、内部分裂、权力动荡，竟然与我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这套火劫之说如此严丝合缝地相互印证的时候，那种跨越了东西方、跨越了时空的奇妙巧合，实在很难不让人在心底泛起一阵阵的波澜。关于这个赤马红阳节，民间其实流传着许多说法。所谓赤马，指的就是丙午年，而红阳指的则是紧随其后的丁未年。在传统的观念里，每当这样的年份来临，天下往往就容易动荡不安。如果我们翻开史书，循着这条线索一路往回追溯，确实能够找到不少令人心惊的对应。就拿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次来说，上一个丙午年是1966年，而那一年所揭开序幕的是一段足足持续了10年之久的动荡而混乱的岁月。相信许多上了年纪的长辈至今想起来都还记忆犹新。再往前推60年，到了1906年前后，那正是大清王朝风雨飘摇、内忧外患交织，最终一步步走向覆灭的前夜。一场又一场的动乱，一次又一次的劫难，竟然真的就这样一次次的落在了这些特殊的年份之中。当然，我们并不需要因此就陷入无端的迷信与恐惧，毕竟历史的演进从来都有着它复杂而深刻的现实层面的成因。但是，当帕克这位来自西方的预言者用他独特的方式所看见的那些画面，竟然与我们东方流传了千百年的这套古老说法，在2026这个特定的年份之上，如此奇妙的交汇在一起的时候，那种感觉确实足以让我们在心底泛起一层难以言说的涟漪。这究竟是纯粹的巧合，还是冥冥之中真的有某种我们尚未参透的规律正在悄然地运转？那么，回到最初的问题，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眼前的这一切？是把它当成茶余饭后的一则奇谈，听过便一笑置之，还是该把它当成一记来自冥冥之中的沉重警钟，认真的、郑重的对待？这个问题其实并没有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标准答案，因为每一个人心中衡量的那把尺本就各不相同。但是有一点，或许是我们可以共同静下心来思考的：帕克的预言之所以能够一次又一次的如此深刻地牵动人心，
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真的能够未卜先知，更是因为它所描绘出的那些裂痕、那些危机、那些压力，其实早已真真切切地存在于我们所共同身处的这个时代之中了。预言照见的往往是现实，我们正站在一个剧烈变动的历史十字路口之上，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承载着太多太多的不确定与未知。但无论帕克的这份预言最终会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落地生根，无论那个被反复提及的关键时间点是2026年，是2027年，又或者是更为遥远的某个未来，有一件事是我们可以确定的，那就是我们所身处的这个世界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令人目不暇接的速度发生着深刻而剧烈的改变。而我们真正能做的，从来都不是被无谓的恐惧牵着鼻子走，而是在看清了这些大势与趋势之后，为我们自己，也为我们所深爱的这一切，提前做好内心的准备与功课，心安方能致远。帕克2026年最新中国预言中，美俄三国大战导火线是台湾毒气云袭击日本，影响台湾俄罗斯特大灾难时间点曝光。时间过得很快，传说中的赤马红羊灾厄之年说来就来。60年前，1966年正值丙午年，俗称火马年。那一年，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这场10年浩劫，社会动荡，生灵涂炭。而如今60年一甲子过去，2026年又逢火马年，人们不禁要问，历史的灾难循环是否会重演？这一年会不会再次经历天下大乱、大灾大难、大规模的流血事件？英国知名的灵媒预言家帕克对此发出了惊人的警示。他被誉为新诺查丹马斯，曾经准确预言新冠疫情、川普当选、英国脱欧和俄乌战争等大事，是目前网络上炙手可热的预言家之一。帕克有一个鲜明特色，就是在预言完天灾人祸后，总会给人带来希望，强调劫难并不可怕，大灾过后就是大福。这种先苦后甜的风格也正是他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去年年底，帕克发布影片预言了2026年的整体运势。他直言2026年将是清算之年，许多隐藏的谎言会被揭穿，尘封的真相将大白于天下，全球将出现大量诉讼和审判，许多人和势力被迫为过去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帕克指出，转折点会在2月前后，碰巧2月也是农历新年，过了新年就进入中国传说中的灾难马年，这和他灵视中看到的情景不谋而合。他更进一步表示，2026年不仅是清算之年，也是旧时代走向终结、新纪元开启的转折之年。人类文明似乎即将迎来重大的重置契机，迎接一场翻天覆地的巨变。事实上，帕克认为全球力量版图将在2026年出现戏剧性转换。经历多年血火的俄乌战争，有望在出人意料的外交突破下告一段落。他预测美国领导人可能是再度执政的川普，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一项意外的协议，从而结束欧洲战场的敌对局面。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和平从此降临。帕克警告，紧张局势只会从欧洲转移到远东地区，尤其是台海。他特别指出，2026年春天，全球将弥漫着浓重的战争阴影，其中一个导火索极可能出现在台湾海峡。试想在台海上空或水面下出现一次危险的军事对峙，也许是一架战机与对方军机惊险擦撞，或者一艘潜艇与水面舰只发生碰撞，这类事件会在瞬间将紧张态势推向失控边缘。台海上空剑拔弩张，两岸和美日的部队全都严阵以待，任何一个误判都可能点燃战火。此时各方神经紧绷，在高压对峙中极易出现擦枪走火。一旦战火被点燃，台海周边将陷入短暂而激烈的交战局面。或许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幕：某个昏暗的凌晨，中国沿海导弹基地突然发射数枚反舰飞弹，直奔台湾海峡中游的一支美日联合舰队而去。美军神盾舰雷达发现来袭导弹，紧急开火拦截，大气层中划过一道道火舌，惊醒了海峡两岸沉睡的城市。最终，一枚飞弹突破防御网，命中一艘日本驱逐舰，爆炸的火球照亮夜空，电光火石间，
局部战端正式打响。作为报复，美军舰队随即发射多枚巡弋导弹，精确摧毁了发射飞弹的中国沿岸基地。台湾的防空部队也全线戒备，误以为遭受攻击的解放军对台北发射了一枚东风导弹，所幸该弹落入大海，未造成伤亡。但台湾空军随即紧急升空，进入战备巡航状态，整个台海陷入一片弹雨与火光之中。短短几天内，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南沿海频频出击，试图对台实施局部封锁，并攻占靠近大陆的台湾外岛。然而美日联军以压倒性制空与制海权进行反制，数次挫败了解放军的登岛企图。在此过程中，中国海军一艘先进驱逐舰被鱼雷击沉，空军也损失了多架战机。尽管北京当局未对美本土宣战，但东亚的有限战争已造成重大伤亡和震撼，全球金融市场闻讯暴跌，难民潮开始酝酿，整个世界都屏息关注着远东局势的发展。帕克预言这起突发事件将如同火星掉进火药桶，不仅引爆台海之间的武装冲突，还会将周边强国卷入其中。日本作为邻近大国，势必被迫介入战事，美国也很可能迅速动员协防台湾。短时间内，美中俄日四国全被牵动，形成一次新的四国大战。帕克强调，美中俄三方的对峙其实早已在暗中酝酿多时，如今终于因台海的火花被引燃。中国和俄罗斯将加紧构筑对抗美日的军事同盟，东亚上空重新出现冷战式阵营对立的局面。那么，这场由台湾问题引发的冲突会不会演变成世界大战？帕克认为，战局虽凶险，但可能以一种间接战争的形式发生，而非超级大国直接正面核对抗。所谓间接战争，就是透过代理人之战或局部交火来较量，各强国避免直接对彼此本土动武。然而，即使是局部的代理冲突，其规模和影响也将前所未有。帕克提到了印度占星推算的一个关键时刻，3月25日前后，太阳与土星相合，将成为重大冲突的触发点。在那个时间窗口，大帝国的领导人可能威胁并挟持较小国家的元首，甚至发生斩首式的暗杀行动。帕克过去曾准确预见伊朗政局将迎来巨变，他预测在2026年3月中下旬，或许会出现针对伊朗最高领袖的定点清除攻击，不是全面战争，而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斩首行动。如果这预言成真，中东局势将随之剧烈震荡，伊朗政权可能崩塌并爆发革命。同一时期，在亚太方向，台海危机也会达到顶点，稍有不慎就会引发美中日俄间接交火。一时间，全球多个火药桶被同时点燃，中东的火药库也开始爆炸。伊朗领袖一旦遇刺，当局强硬派与民众爆发激烈冲突，整个中东地区陷入动荡。以色列与伊朗代理人武装摩拳擦掌，战火一触即发。朝鲜半岛上空也阴云密布，北韩趁机试射导弹挑衅，韩国和驻韩美军迅速进入戒备状态。南亚方面，印度和巴基斯坦因边境摩擦剑拔弩张，甚至中国西部边境也出现军队集结的异动，连远在南美洲的委内瑞拉反政府势力都趁势掀起推翻独裁者的浪潮。世界磅礴整体滑向战乱的深渊，战争的烈火一旦烧向东亚，最大的震撼将落在中国自身。帕克预言，中共政权会在这场冲突中遭受致命重创，进而走向不可逆转的崩溃。可以设想，台海战端一开，中国即使没有与美日发生核战，也将遭到前所未有的制裁与封锁，经济陷入绝境。中国经济本就隐患严重，一旦再被战火拖累，更是雪上加霜。帕克形容中国的垮台过程犹如冰川式瓦解，表面上庞大坚硬，实则内部早已布满裂缝。在外部打击和内部崩解的双重作用下，终将一块块碎裂倾颓。他预言中国的经济体系将在战争和制裁夹击下迅速崩盘，出现通货膨胀失控、供应链断裂、大批企业倒闭、金融市场冻结等连锁反应，甚至政府可能陷入财政瘫痪，无力支付公务员和军队薪饷。随着局势恶化，政治高层内部矛盾也会激化。帕克透露，2026年中国还可能发生重大基础设施灾难，成为压垮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场灾难也许是一列高速列车的特大事故，或者更可怕的是与长江三峡大坝相关的严重事件。试想，若三峡大坝出现险情，其影响将涉及数千万人口的安危，对政权造成毁灭性打击。内忧外患交织之下，帕克预见中国最高领导层将发生剧烈动荡，可能有高层人物神秘失踪或遭清洗，甚至习近平的健康都会急剧恶化并最终退位。种种迹象显示，中南海权力核心正在土崩瓦解。帕克预言习近平将被迫下台，或因健康问题，或因党内逼宫。随着最高统治者倒台，中共体制失去主心骨，全国各地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此时的中国内部局势陷入失控边缘。北京市民惊恐地发现，政府部门已无人维持基本秩序，银行挤兑风潮四起，超市货架被一扫而空，街道上时有绝望的民众集结抗议。武警和军队奉命镇压，却也有部分官兵同情百姓而放下武器。多年的高压统治在顷刻间土崩瓦解，民众再也不畏惧，手无寸铁地走上街头，高喊要自由要食物的口号。一些偏远省份的官员干脆与北京断绝联系，开始自行治理当地事务。新疆和西藏地区的地方领导人宣布自治，赶走中共党官。当地民众在清真寺和寺庙的聚集中庆祝获得自由。东南沿海的广东、福建等经济大省则迅速组成临时联盟，自行维持社会秩序，并与国际社会接触。他们公开表示欢迎民主选举和外资进入，庞佛一夜之间从独裁统治下解脱出来。驻扎在各地的解放军部队陷入群龙无首的困境，有的选择向民众妥协，有的则变成盘踞一方的地方武装。各路军阀雏形开始浮现，让人仿佛回到了100年前的军阀混战时代。世界各国对中国局势巨变既震惊又担忧。邻近的俄罗斯和印度匆忙在边境增派军队，防止难民涌入。同时，美国、日本等国迅速派遣特遣队潜入中国境内，试图确保中国的核武库和生化武器不落入恐怖分子或极端势力之手。一时间，中国领土内各种势力错综复杂，有志于民主改革的临时政府，割据一方的军事势力，图谋不轨的残余共党强硬派，以及躲在暗处蠢蠢欲动的恐怖组织，都在这片广袤土地上角力。中华大地经历着近代以来最剧烈的动荡和转型，最终的结果是中国出现四分五裂的局面。帕克描绘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未来，一个统一了70多年的大国，竟在内外交困中解体成许多彼此独立的小国家。这些新生的政权将各寻出路，有些地区可能引入民主制度，形成如同欧盟那样的邦联体系。国界将趋于开放，人们可以自由旅行和经商，过去高压封闭的威权秩序不复存在。当然，这样的转变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但帕克相信2026年将种下中国未来分裂和重生的种子。可以想见，届时中国国内可能陷入无政府的割据状态。新疆、西藏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趁机要求自治独立，广东、上海等沿海附属省份成立自治政府，各路军方派系拥兵自重，华地称雄。昔日中央集权瞬间土崩瓦解，民间长期遭压抑的自由呼声也会在乱局中高涨，公民社会的力量开始重新塑造国家的未来。有趣的是，这一幕似乎也印证了许多中国传统寓言对末代洪朝瓦解的描述，红旗落地，四海分疆。如今帕克眼中的画面与传说相符，令人不寒而栗的同时，也给人一丝新时代降临的曙光。然而，中共的倒台并不意味着世界就此太平。帕克警告，全球的紧张与混乱不会因中国政权更迭而立刻消解，恰恰相反，接下来数年，世界可能依然动荡，各种危机此起彼伏，人类庞佛走到了文明崩溃的边缘。在帕克的全景预测中，一幅更加广阔的乱世画卷正在展开。在战争硝烟之外，自然灾害、极端气候、瘟疫、疫情等或将轮番袭来，同时各国社会秩序也面临前所未见的冲击。他预言将有人打着宗教狂热、种族主义或极端民族主义的旗号，在各地煽动事端，引发骚乱和冲突，许多国家可能爆发内乱。
抗议示威遍地，此起彼伏的社会动荡规模将超过我们以往所见的一切。国与国之间的博弈，除了传统热战形式，还会延伸到经济和科技层面。帕克特别指出，石油外交将成为导火索之一，可能有能源大国以石油供应为筹码，威胁他国，引爆围绕能源的地缘冲突。中东等产油区域因此不排除再度战火连天。而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帕克提醒，一种新形态的威胁正悄然酝酿，那就是所谓的科学恐怖主义。未来的战争不仅局限在陆海空与太空，还将渗透无形的网络空间和尖端科技领域。帕克预测，人类可能遭遇一场由人工智能主导的大规模网络攻击。试想，一群隐藏在暗网背后的黑客，操纵着自学进化的 AI 武器对全球发动网战，银行账户莫名归零，电力和交通系统瘫痪，大量机密数据被清除或窃取。一夜之间，现代文明对电脑和网络的依赖反而成了致命弱点。我们熟悉的日常生活霎时停摆，秩序陷入混乱。试想，在某个平凡的早晨，人们像往常一样准备上班，却惊恐地发现手机完全没有信号，网络连接中断，交通信号灯失灵，城市里一片混乱的车流堵塞，银行的 ATM 机器无法提供现金，超市的收银系统也因网络故障而瘫痪，购物者只能干瞪眼地看着货物却无法结账。更糟的是，当日傍晚，人们打开电视却发现所有频道都无法播出新闻，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雪花杂讯。到了夜里，整座城市陷入前所未有的黑暗，电网似乎遭到攻击，导致大规模停电。高楼大厦里的人们被困在电梯里，医院的供电全靠紧急发电机勉强维持，警方和消防部门的调度系统也纷纷出现故障，导致救援响应迟缓。街头开始有不法分子趁火打劫，砸碎商店橱窗进行偷窃，治安迅速恶化。城市上空盘旋的警用直升机因通信中断而无法及时获取资讯，只能盲目巡逻。在这短短的24小时内，现代都市骄傲的高科技系统庞佛倒退回了几十年前的水平，人们才惊觉自己是多么依赖那些看不见的网络与电力。在这场无形的战争中，每个普通人都成了受害者。这种场景并非耸人听闻的杜撰，而是很可能真实上演的未来一幕。这绝非耸人听闻。帕克郑重警告大家，一定要将重要资料备份在离线的本地储存中，千万别只依赖云端，因为在未来的网络战中，云端资料库很可能首当其冲遭到破坏。除了网攻，其他形式的高科技恐怖活动也可能出现，比如不排除有人挟持基因工程技术，制造出全新的致命病毒在人群中散播，或者操纵成群的武装无人机袭击城市和基础设施，甚至发动太空战，使卫星纷纷坠落地面。过去只存在于科幻小说里的种种画面，都有可能在现实中上演。人类将第一次见识到科技反噬的恐怖，科技狂潮也会在经济领域引发震荡。帕克预言，2026年春季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产业可能泡沫破裂，高估的科技股会突然暴跌，全球经济随之出现短暂而剧烈的衰退。他甚至预测，一种主要的加密货币价格将崩盘式下跌高达 70%， 动摇投资人对整个虚拟货币市场的信心。硅谷等科技重镇或将掀起裁员潮，创投圈的繁荣神话瞬间熄火。虽然这场经济低迷可能是短暂的，但它将暴露全球金融体系深层的构造性缺陷，预示更大的重置在酝酿之中。社会方面，帕克也看到了经济压力和文化冲突引发的民众抗议浪潮。在一些西方国家，随着生活成本飙升和移民问题激化，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示威骚乱，甚至引发宪政危机。就连英国这样老牌民主国家也难逃动荡。帕克认为，英国将因金融动荡导致执政党内斗，政府垮台改选，同时多座城市爆发反移民骚乱和宗教极端对立。在欧洲其他地区，也许会冒出一位主张禁止某宗教的领袖人物，煽动文化冲突，紧张局势达到几十年来的最高点。或许我们可以想见这样的景象，在巴黎、伦敦等大城市，数以万计的示威者走上街头，抗议政府的无能和经济困境。抗议的人群举着标语，高喊口号，
一开始还算和平，但随着极端分子混入队伍，场面开始失控。傍晚时分，有人点燃了停在路边的汽车以发泄怒火，火光和黑烟很快在街巷蔓延。防暴警察射出催泪瓦斯，试图驱散人群，却激起更强烈的反抗。一些蒙面年轻人开始向警察投掷石块和燃烧弹，商店的玻璃窗被砸碎，奢侈品被洗劫一空，整条香榭丽舍大道陷入混乱，警笛声与直升机的轰鸣声交织在夜空。与此同时，在另一边的广场上，宗教和族群之间的冲突也在上演。一群极右翼分子正在攻击一座清真寺，高喊排外的口号，而当地穆斯林社群则组成人墙，试图保护他们的礼拜场所。双方僵持不下，很快演变成肢体冲突，甚至流血事件。警方人手严重不足，只能眼睁睁看着多起冲突同时在城市各处爆发。这种种景象彷佛把社会撕裂成对立的阵营，让整个欧洲陷入几十年未见的紧张状态。至于美国，尽管帕克未详述，但从种种迹象看来，美国国内的政治极化与种族矛盾也可能在未来几年引发罕见的动荡。一场经济衰退和社会撕裂的夹击，足以让任何国家陷入混乱。由此展望，当战争、经济、社会三重危机交织，我们不禁要问，是否真有一只无形之手在将人类推向毁灭的边缘？好在黑暗中仍有亮光闪烁。帕克并非孤独地发出警告，他还特地请教了远在南亚的神秘智者们，寻求更多启示。他透露自己还专门咨询了印度最神秘的预言家群体，也就是纳迪叶圣者的解读师们。这群有修为的印度圣者早已在为全人类祈祷，祈愿神明介入阻止灾难。他们的占卜预言与帕克的灵视高度吻合，彷佛不同来源却看到了相同的未来画面。这种纳迪叶预言术极为神秘，传说数千年前，古印度有18位圣者，用梵文在棕榈叶上记录下无数人的一生，其中每一片叶子都对应着未来某个寻找他之人的命运。纳迪叶解读师世代相传，保存着这些叶片，通过指纹将寻访者与命定的叶子匹配。他们会让来访者提供指纹，然后凭肉眼将其分类，比对特定的一捆叶片，再逐一念出叶子上记载的个人资讯以供核对。当叶片上连父母、配偶、名字等细节都对上时，那片叶子便被确认属于这位访客。接下来圣者预言将揭示此人的未来。帕克亲身体验过纳迪叶的神奇，因此对其深信不疑。他找到的那片叶子不仅准确写出了他母亲的小名，甚至预言他此生将以灵媒预言家的身份闻名于世。如今帕克也将纳迪叶预言用于研判世界大事。他惊讶地发现，印度圣者从棕榈叶中解读出的未来图景与他自己灵视中看到的几乎如出一辙。接下来我们将看看这些惊人的灾难预警以及潜藏在幕后的神秘线索。在帕克的预言中，有一幕格外离奇骇人，让人想起末日启示般的场景。一团巨大的毒气云笼罩着东亚天空，所过之处生灵俱灭。帕克表示，早在2015年他出版的著作《来自宇宙的讯息》中，就曾预言未来会出现这样一团致命的气体云，威胁到整个国家的生存，并让全球陷入惊恐。而如今，这项惊人的预言似乎正在逼近现实。他透过印度古老的棕榈叶预言，找到了一个神秘线索。印度流传千年的纳迪叶预言术记载了许多未来事件。帕克曾亲赴印度，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棕榈叶，结果令他震惊不已。叶子上竟然清楚地写着他母亲的本名艾塞尔，以及他自称的名字维基。这等隐私细节在网络上完全无从查询，却准确无误地刻在数千年前的叶片中。这番奇遇让帕克对纳迪叶的神奇深信不疑，他更加认真研读其中对全球未来的预示。在那些带着神秘色彩的叶片预言里，出现了一个古怪的地名亚马。由于这些预言写成的年代久远，无法直接对应现代国名，但帕克推测亚马指的正是日本古代的称号大和亚马头。这意味着一场致命的气体云灾难将发生在日本附近。帕克进一步解读认为，这团巨大的毒气云来源于日本周边海域的一座海底火山剧烈喷发，
那座火山将释放出大量含有剧毒的气体，这些气体在海平面上空聚集扩散，形成一大片死亡云团。更可怕的是，在大气环流作用下，这团毒气云将从东北方向逐渐飘向日本列岛上空，影响范围可能波及整个日本，甚至远至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一旦这团毒云成型，后果不堪设想。想象一座沿海城市在毫无预警的夜晚被无形毒物悄然吞没，人们在睡梦中因呼吸致命气体而中毒昏迷，街头出现大批伤亡，却看不见任何明显灾害来源，那将是多么恐怖的场景。或许届时会有这样令人心碎的一幕：日本青森县一座渔村的清晨，邻居发现一户人家的灯还亮着，但屋内却寂静无声。村民推门而入，惊见整个家庭5口人仍保持着睡觉的姿态，却早已没有了呼吸。他们脸上毫无痛苦的表情，只是彷佛就此安详的长眠。没有人知道，致命的毒气早已在夜半渗入这座村庄，夺走了一家人的生命。类似的悲剧在沿海各地不断上演。港口码头边，有渔民倒伏在甲板上，再也没能醒来。公路上，一辆小车失控冲出路面，司机已经毒发身亡，车辆才无人驾驶地冲出护栏。一时间，整座日本北部地区求救电话响成一片，医院收治的患者全部神志不清，呼吸衰竭，让医护人员手足无措。这些画面透过网络传播到全世界，让所有人心惊胆战。如果这样的灾难降临，日本乃至世界都将陷入巨大的恐慌。日本作为高度工业化国家，人口密集，核电设施众多，一旦毒气云引发恐慌，可能造成的间接损害更难估量。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帕克怀疑这场看似天灾的毒云劫难背后可能藏着人祸的黑手。他提出一种惊人的猜测，认为这或许是某种间接战争阴谋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不排除有势力故意引爆海底火山，制造出这场伪装成天灾的大规模杀伤事故，以打击其敌对国家却不留军事攻击的痕迹。届时，日本政府恐怕将立即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下令民众紧闭门窗，佩戴防毒面具，甚至组织大规模撤离沿海地区。一些核电站、化工厂等敏感设施也可能被紧急关停，以免毒气侵入引发次生事故。亚洲邻国方面，韩国、台湾等地也将严阵以待，防备毒云飘入境内。可以预见，国际社会会对此高度关注，各国媒体轮番报道，全球市场剧烈震荡，人们谈毒云色变。如果真是如此，那么笼罩日本的毒气云便不仅是大自然的异变，更是人类史上最阴险的隐形武器之一。究竟是谁会如此丧心病狂？是兵败的疯狂政权孤注一掷，还是恐怖组织掌握高科技予取予求？目前我们不得而知，但帕克给出的警讯已经十分清晰。2026年的日本以及整个东亚都必须对这种前所未闻的巨大毒云灾难提高警惕。除了东亚的毒气云外，帕克的预言清单上还有另一项令人胆寒的天灾，一场超大规模的海啸。他指出，在2026年年底前后，约10月或11月，印度南部沿海恐将突遭惊涛骇浪的袭击。这意味着一场类似2004年印度洋大海啸的特大灾难可能重演。帕克强调，这一讯息来自印度教中掌管毁灭与重生的神奇湿婆透过纳迪叶预言传达的开示。庞佛是神灵在向人类提前示警，印度洋深处正在酝酿一场毁灭性的巨浪。回顾2004年12月发生的印尼 9.1 级强震及其引发的海啸，短短数小时内夺走了超过25万条人命，波及印尼、泰国、斯里兰卡、印度等多国沿海，成为人类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自然灾害之一。如果帕克的预言成真，2026年的印度洋恐怕将再现滔天巨浪。帕克点出的南印度地区可能包括泰米尔纳德邦、喀拉拉邦一带，那里人口稠密，宗教圣地和旅游胜地众多。一旦海啸突袭，寺庙、渔村、城镇将瞬间化为泽国，生命财产损失无法估量。清晨时分，在印度洋沿岸某个渔村，小孩子们正光着脚在沙滩上玩耍，他们惊奇地发现，
大海突然异常地退去了老远，海岸线露出许多五颜六色的珊瑚礁和鱼群。一些大人见状还兴奋地跑下去捡拾罕见的鱼虾。然而经验丰富的老渔民意识到了危险的信号，他大喊着让大家远离海滩，自己则奋力拉着孙子的手往高处跑。就在这时，远处海天交界处隐约出现了一道白线，并以极快的速度向岸边推进。巨浪正铺天盖地袭来，短短几分钟内，那道白线变成了一堵高达20-30米的水墙，夹带着雷鸣般的巨响撞上海岸。刚刚还在沙滩上的人们连尖叫声都来不及发出，便被巨浪吞噬卷走。整个村落顷刻间瓦解，房屋被洪流冲毁，树木连根拔起，渔船像玩具般被抛向内陆。待巨浪退去，原本站立着的村庄只剩下一片泥泞废墟，孤零零的残垣断壁和散落的生活用品诉说着刚刚发生的惨剧。类似的场景在南亚无数沿海地区上演，生者目睹着大自然可怖的威力，痛哭着寻找亲人的踪迹，整个世界为之震惊。或许在巨浪来临前，人们会看到一些异常征兆，例如海水罕见的迅速退去，海岸线裸露出平日看不到的海床，动物们变得狂躁不安，成群结队往高处迁移。然而即便如此，能及时逃离的人恐怕仍是少数。巨浪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而来，把岸边的一切卷入毁灭的漩涡。对于南亚来说，这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值得庆幸的是，这些令人心惊的预言并不代表绝对的命运。帕克也为我们指出了时间上的警讯，以便人类提前做好准备。他示警，2026年4月15日至11月15日之间是极度危险的时期，全球处于天灾人祸的高峰期，其中尤其要留意8月12日的新月之夜。那天木星、太阳与月亮将汇聚在巨蟹座，形成特殊星象。在帕克看来，这是个必须严加防范的引爆点。或许就在那前后，某场重大事件会被触发，无论是战争冲突还是自然异变，都可能在8月中旬达到高潮。我们不妨大胆猜想，也许日本海底火山的毒气云会选在盛夏喷发，或者战场上会发生某次攸关全局的行动。总之，那晚的天象似乎在警告着人类，务必要提高警惕，小心度过这段危险时日。细数帕克对2026年的一连串惊人预言，我们彷佛见到了未来世界的动荡图景。那画面中，战火在东西方此起彼伏，集权政权相继垮台，经济与科技陷入混乱，自然灾害连环爆发，整个地球彷佛被黑暗的风暴所笼罩。然而正如开头所说，帕克并非在宣扬无望的末日论，他的预言隐含着更深的用意。黑暗并非最终结局，而是黎明前的试炼。人类正站在一场伟大觉醒的前夜，只要撑过黑暗，光明的曙光就会到来。帕克强调，尽管预言中的景象看似恐怖，但这不是在宣判世界末日，相反更像是希望的序章。在他看来，有一种超越世俗权力与灾厄之上的更高灵性力量，一直守护着人类的命运。这些灾难的降临，也许正是为了唤醒沉睡的良知，让人类从物质迷梦中抬起头来，重新审视自己的精神世界。换句话说，未来并非命中注定一片黑暗，人类完全可以通过自身意识的转变来改写这部预言剧本的结局。帕克相信，人类内在蕴藏着强大的正向能量，我们每个人的善念与爱心磅礴烛火，看似渺小，却能集腋成裘，汇聚成扭转未来的燎原之光。他呼吁，无论信仰何种宗教，只要怀抱着真挚的祈祷和仁爱的心念，这股集体正向意识就能减轻灾难的冲击，甚至抵消劫难带来的负面影响。人类的本质其实都是光明的生命，只是暂时被无明遮蔽了双眼。在全球性的考验面前，灵性的团结将是改变一切的最强大武器。只要我们彼此扶持，用爱与慈悲连结成一道坚不可摧的心灵防线，再肆虐的风暴也终将平息。那么2026年等待我们的究竟是毁灭还是重生？预言终究只是预言，真正决定未来走向的是我们人类自己。帕克的警钟已经敲响，接下来每个人如何选择行动，将共同编织出明天的图景。如果我们因恐惧而绝望，那么预言中的黑暗结局
或许会成为现实，但如果我们选择希望与团结，并积极以善念和智慧应对挑战，也许灾难的命运就会被改写。我们宁可相信后者，相信人类有能力扭转乾坤。或许这场2026年的大动荡，正是人类进入新纪元前的最后阵痛。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我们，不妨将这一切视作灵魂的试炼。只要咬紧牙关，挺过漫漫长夜，迎接我们的将是浴火重生的黎明。历史的车轮已经启动，我们每个人都是推动它前行的力量。未来虽扑朔迷离，但希望永远与我们同在。就让我们怀抱希望，齐心协力，去迎接2026年那尚未书写的崭新篇章吧。这样的愿景也出现在许多古老的预言之中。在佛教典籍中，末法末劫之后将迎来弥勒佛下生，重塑人间正道。在基督信仰里，经过末日考验后，救主会再次降临，带来千年和平的国度。世界上许多文明都曾预言过大劫之后的新生，也许我们当下经历的正是那最黑暗的前夜，而黎明前的微光已隐隐出现在地平线上。今天我们来聊聊2026年可能发生的那些惊世预言。这些预言来自一位被誉为国际灵媒的女士，名叫朱迪，常年活跃于洛杉矶，拥有通灵和占星背景。她的直觉异常敏锐，累积了25年超自然领域的经验，许多知名人士都是她的客户。近年来，由于一系列惊人的预测成真，朱迪声名大噪。比方说，早在2022年之前，朱迪就预言了俄罗斯会发动战争，结果2022年俄军果然入侵乌克兰，验证了他的先见。朱迪还提前预见了英国女王的离世，当年9月，英女王果然驾崩。此外，他成功预测美国前总统川普将在2024年卷土重来竞选总统。随后川普的确宣布参选，他甚至指出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会在中共20大上顺利连任，这也如期发生。随着一桩桩大事被他言中，朱迪获得了神准通灵师的美誉。如今时针指向即将到来的2026年，朱迪最新发布的一系列预言更是让人瞠目结舌。他认为2026年将是充满巨变和震荡的一年，世界格局可能出现大洗牌。在这份惊人的预言清单中，既有牵动亚太安全的台海局势走向，也有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最终命运，还出现了世界大国领袖遭遇暗杀的震撼场景。整个世界秩序可能因此重新排列组合，更有一长串自然灾难和异象将接踵而至。接下来，我们就深入探讨朱迪对2026年的这些主要预言，看看其中隐含了哪些令人不寒而栗又发人深省的讯息。首先，让我们从亚太焦点，也就是台海局势谈起。朱迪在预言中指出，2026年的台湾海峡局势虽然依然紧张，却未必会爆发全面冲突。多年来，台湾海峡一直是国际间最敏感的热点之一。中共军力不断扩张，解放军的战机与军舰频繁在台海周边演习骚扰，时刻测试着台湾的防御底线。事实上，2024年底，台湾将完成新一轮总统大选，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预期将接任总统，而朱迪也曾精准预测了这一结果。新领导人的上任对两岸关系是新的变数，北京可能试图在台湾政权交替之初透过军事高压来下马威，因此2026年初解放军的恫吓行动恐怕更为频繁。然而朱迪的预知画面显示，至少在2026年，台海不会出现大规模战争。中共将在2026年持续加强对台湾周边海空域的巡逻和军事存在，解放军的战机与舰艇甚至会更加频繁地在台湾附近演习，对台湾形成长期高压的态势。但这种咄咄逼人的武力示威最终将点到为止，并未跨越真正开战的红线，让人不禁联想到1996年的台海飞弹危机。当年解放军以飞弹试射恫吓台湾，但在美国2艘航空母舰巡弋介入后，中共适可而止。朱迪的预言似乎暗示2026年的紧张局势将重演类似剧本，中国展示武力但收敛于临界点，美国则以强硬表态维持现状。尤其在朱迪的画面中，美国的动向对局势走向举足轻重。他预见一个特殊的背景，即2026年美国将由川普重新执政，
这意味着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会强硬但务实。川普政府划下清晰红线，不允许北京武力侵犯台湾，甚至传出川普本人可能在2026年4月访问中国，与习近平会面，期间双方达成某种默契或协议，使得北京在川普任内不至于对台动武。朱迪认为，只要美中之间保持一定程度的沟通与交易，北京就会暂时收敛，在台湾问题上避免直接触发与美国的全面冲突。换言之，2026年的台海局势虽然持续紧绷，军事挑衅此起彼伏，但真正大战一触即发的危机将被国际力量所遏制。然而，这种不战不和的局面对台湾而言仍充满压力与挑战。朱迪提到，北京在经济和外交上也会对台湾加大打压力度，比如透过贸易制裁、阻挠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等手段来孤立台湾。不过他强调，这些手段对台湾核心产业的影响相当有限，特别是台湾最关键的晶片半导体产业，尽管面临来自大陆的掣肘，预计仍将正常运转，继续在全球科技供应链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换句话说，中国对台湾施加的经济与科技限制无法真正摧毁台湾的产业优势，台湾经济仍将保持韧性。面对高压威胁，台湾民众也展现出坚定不屈的意志。政府积极强化防务部署，争取更多先进武器，同时全社会提高警觉，频繁演练各种防空、防灾措施，以备不时之需。可以说，台湾将在风雨飘摇中锻炼出更强的生存能力，继续在夹缝中坚毅前行。值得注意的是，朱迪在预言台海局势时，还透露了一桩令人匪夷所思的神秘现象。他表示，2026年，人类可能会目睹海洋深处出现一系列诡异的绿色光体，就好似一支潜伏于深海的绿光舰队在暗潮下穿梭。这些绿光物体并非任何常规船只或自然现象，被视为某种不明物体，极可能与外星智慧的活动有关。更惊人的是，他警告这些海底的绿色光点，未来恐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试想，在紧张对峙的台海周边海域，除了人类的军舰潜艇之外，若还潜伏着未知势力的神秘舰队，将会给台海局势平添多么扑朔迷离的变数。如此场景，恐怕连美国太空总署、NASA 等权威机构目前都讳莫如深，不敢轻易公开谈论。但朱棣的预言已经抛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难道在台海波涛之下，还隐藏着我们未解的秘密？谈完台海，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北京的中南海。朱迪的预言清单中，一项引人注目的内容，就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2026年前后的命运走向。在现实中，习近平自2012年接掌中国以来，打破了中共领导人任期和年龄方面的惯例。他废除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并在2022年成功连任第3个任期，一路集权至今，成为中国执政时间超过10年的强势领袖。然而，习近平会一直掌权下去吗？朱棣给出了他的答案。根据预言，习近平可能会在未来2年内逐步退出最高权力的位置。朱棣具体提到，中共第21次党代会将于2027年召开，届时习近平将年满74岁，已经超过党内7上8下的非正式规矩，意指中共高官年逾70岁需退位，这形成了一道隐形的年龄门槛。朱棣预见习近平和另一名中共要员蔡奇很可能会在21大之前选择退居2线或者转换职务，把权杖交给新一代领导人。也就是说，到2026年接近尾声时，习近平的政治生涯或许已进入倒计时阶段。那么谁可能接班呢？预言中浮现了一个名字，就是尹洪。尹洪现任地方大员，曾主政上海市委，被视为习近平信任的中生代之一。在朱棣的远见里，尹洪有望在未来跃升为中共最高领袖的人选之一。此外，一个备受关注的名字也出现在朱棣的预言中，这个名字就是胡海峰。胡海峰是前国家主席胡锦涛之子，目前担任地方官职。朱棣暗示，胡海峰将来有可能获得更高的政治地位，成为中共权力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如果这些预言成真，中共内部将上演一场新老权力的交接，延续10多年的习近平时代也将告一段落。要知道，习近平在位期间大力反腐，清洗政敌，
修改宪法集权，确立了他在体制内的绝对核心地位，如今却可能因年龄和内斗压力不得不放权。这个转折本身就极具戏剧性。朱棣进一步指出，在通往权力交接的过程中，习近平可能会遭遇健康和内部压力的双重问题。他的预见显示，2026年前后，习近平因中共内部权力斗争和沉重的执政压力，身心状况会出现一些警讯。他近年频繁更换亲信官员，例如近来外长和国防部长接连突然遭免职，引发外界揣测党内暗流涌动。朱棣认为，2026年左右，习近平可能不得不将更多日常工作授权给亲信去处理，他本人出席公开活动和高层会议的频率将降低，更倾向透过书面指示遥控政务。这或许是他在高层博弈加剧情况下的一种折中保全方式，暂时隐身幕后，减少露面，以避免成为矛盾焦点，同时保全自身。事实上，2022年中共20大前后，国内外就曾盛传习近平健康不佳乃至发生政变的谣言，虽被证实是虚惊，但也反映出他处境的敏感。如今朱棣预见的这种高处不胜寒的迹象，更让人感到，哪怕权倾一时的强人，终究也有功成身退的一天。如果朱棣的预言可靠，那么2026年对中国政坛而言将是历史性的一年。一方面是习近平统治篇章的落幕，另一方面是新势力的崛起。试想，习近平这位自21世纪第二个10年以来中国最具权势和影响力的人物，可能在短短2年内慢慢淡出权力核心，这对中国乃至全球政局的意义都将非常深远。届时，北京高层的每一丝动向都将牵动各方神经，谁将接班，政策路线会出现什么变化，中国社会将如何适应后习时代，这些问题目前都笼罩在未知之中。但朱棣的远见至少提供了一种可能，习近平的结局也许不是遭政变推翻或意外身亡，而是随着年岁渐长和党内压力增大而有序淡出，把位子让给继任者。如果这种相对平稳的过渡能够实现，对中国而言或许是一种幸运，意味着权力交替将在体制内完成，而不以剧烈动荡的方式上演。无论如何，2026年的中南海风云注定不会平静，全世界也将密切注视这个东方大国最高领袖的未来走向。除了国家间的博弈和领导人的兴衰沉浮，朱棣的预言中还出现了一幕令人震惊的场景：一位举足轻重的世界大国领袖将在2026年遭遇暗杀袭击。这则预言无疑让人倒抽一口冷气。历史上，刺杀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事件虽然罕见，但每一起都对国际局势产生巨大冲击。若真有大国领袖在2026年遇刺，势必震动全球神经。朱棣并未明确指出这位遭暗杀的领袖是谁，也没有透露事件发生的地点和细节。我们不妨大胆推想几种可能。从国际影响力来看，美国、俄罗斯、中国这3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若有一人在此期间遇刺，无疑称得上大领袖级别的震撼。从地缘政治的敏感度来说，俄罗斯总统或美国总统，甚至中国最高领导人，一旦遭遇此劫，都将引发不可预料的后果。例如，如果是俄罗斯总统普京遭到暗杀企图，俄罗斯国内政局可能巨变，乃至影响正在进行或刚结束的战争走向。如果是不久后上任的美国总统遇刺，美国政治体系和社会都将经历滔天巨浪，全球盟友也会陷入恐慌。至于中国领导人如果遭袭，更是几十年未见的巨变，会令世界对中国政局的稳定性产生极大疑问。当然，也不能排除其他地区的重要领袖成为目标，像某欧洲强国的总理或中东地区的君主。无论是哪种情况，朱棣的预言都提醒我们，2026年世界可能面临一起震撼性的政治事件，一个位高权重的领袖人物将命悬一线，生死未卜。试想，当这样的暗杀事件发生时，国际社会会出现何等连锁反应？全球媒体将铺天盖地速报和分析，引发各国市场动荡，人心惶惶。同时，各国政府会进入紧急状态，加强对要员的安保，防止类似事件蔓延。那些与遇袭领袖关系密切的国家或阵营，可能会一时群龙无首，政策出现真空甚至误判。
在被暗杀者所在的国内，更可能爆发激烈的政治角力，继任者是谁？有人会否趁机夺权？国家的政策路线会不会急转直下？如果该国本身正处于战争或冲突中，领袖遇袭更可能导致局势失控，比如军方强硬派可能发起报复性的极端行动。朱迪的预言让我们回想起1991年的一幕，当时苏联国防部长等强硬派发动政变，软禁了总统戈巴契夫，引发莫斯科紧张对峙。而在苏联解体前夕，时任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甚至担心自己会遭暗杀，以致随身携带手枪防身。这些历史片段提醒我们，当一国最高领导人面临生死危机时，往往是整个国家甚至世界局势最动荡凶险的时刻。2026年，若真如朱迪所示，上演这样惊心动魄的一幕，世界将重现现代史上罕见的巨变时刻。顺便一提，近年来小国也发生过此类剧情。2021年，海地总统莫伊兹在官邸遇刺身亡，导致国家陷入长期混乱。可见，哪怕是中小国家的领导人被暗杀，都足以造成巨大动荡，更何况是超级强权的首脑。有人或许认为这预言过于惊悚，不太可能成真，但别忘了，朱棣在此前的预测中曾准确指出2025年会出现对川普总统的人身威胁，而2025年初，川普在一次竞选活动中的确曾遇到安全警报，可见他并非凭空危言耸听。尽管我们无法确知细节，但朱迪的远见等于给世界提了个醒，明年的国际舞台上不仅会有宏大的地缘政治较量，也可能上演惊险的个人命运戏码。一颗子弹或一场爆炸就可能改写历史进程。在这充满不确定性的预言背后，人们也许会更深刻地体会到和平与安全的脆弱。哪怕站在权力巅峰的领袖，他的生命也可能瞬息之间受到威胁。2026年，我们或将见证一次现代史罕见的巨变，一位世界强权的领袖命悬一线，其后续影响将如多米诺骨牌般波及全球。当一位大国领袖遇刺，东方强人即将交棒之际，朱迪预言的2026年还隐含着更宏观的变局，世界秩序将面临一次大洗牌。这场大洗牌涉及国际权力格局和盟友关系的重大重组，以及几场决定未来走向的地缘政治事件。2026年被他形容为一个历史转折点，人类社会可能要重置某些旧有的秩序和规则。首先，在美国及其主导的西方阵营这一边，朱迪的预见极具戏剧性。他认为唐纳德·川普将再次担任美国总统，并在国内外推动一系列颠覆既有政策的举措。预言中，川普展现出强势的领导风格，他上任后迅速整合了共和党，在国会推动政府改革，也频繁举办造势集会以巩固基本盘。同时，他对内专注提振美国经济和军事实力，例如大力发展人工智慧技术，重振制造业和能源产业，扩张国防开支等，全面提升美国的实力。对外方面，川普则挥舞起他擅长的交易艺术，在全球各地奔走，试图重建美国的全球影响力，扮演交易式外交的仲裁者角色，而不再只是依靠传统盟友架构来维持霸权。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朱棣预期川普在2026年将促成几件关键的国际大事。一是为俄乌战争带来外交解决方案。朱棣预见，美国在川普主导下可能出面斡旋俄罗斯与乌克兰达成某种和解，例如冻结战线、俄军部分撤出占领区等，终结这场拖累欧洲的流血冲突，为自2022年以来的这场战争画下句点。如果成真，这将是欧洲近年最大的转折点之一。战火平息后，乌克兰将加速融入欧洲体系，甚至朝加入欧盟的方向迈进，而俄罗斯也不得不收缩拳头，调整战略。二是中东局势的重大重组。预言提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可能因国内对其交换人质的不满而提前在2026年6月举行选举，但由于缺乏有力的反对派，他预计仍将胜出再任总理。此外，更大的消息是，川普政府可能在背后推动以巴双方走向和谈，给长期动荡的加萨地带带来重建的曙光。如果巴勒斯坦自治政府领导人阿巴斯因年迈卸任，预言称其副手侯赛因·谢赫将暂代领袖，直到举行新选举，这暗示巴勒斯坦政坛也将出现权力过渡。同时，
叙利亚由伊朗撑腰的阿萨德政权可能倒台，改变中东的力量版图。美国将强化与土耳其、沙乌地、阿拉伯、卡达、阿联酋等国的联系，以巩固中东的新格局。可以想见，如果美国真能主导结束一场欧洲战争并重塑中东和平，那么其全球领导地位将大为提升，世界秩序也会随之重新排列组合。其次，在欧亚其他地区，洗牌的迹象也处处浮现。东亚方面，日本可能迎来历史性变革。朱迪预言日本将出现首位女性首相高市早苗。一旦高市早苗上台，预期日本内政外交都会明显向右转，更加强硬地捍卫国家利益，包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扩充军备以及加强情报网络建设。日本的这一转向将使其在亚太格局中扮演更积极且独立的角色，也势必影响未来中日关系和美日同盟走向。再看英国，伦敦政坛也在酝酿变局，预言暗示脱欧派旗手奈吉尔·法拉吉将成为下一任首相的有力竞争者。如果法拉吉真的入主唐宁街10号，英国的政治光谱将明显右移，对欧盟的态度可能更加强硬或另辟蹊径，与美国的关系则可能更加紧密。欧洲大陆方面，法国总统马克宏被预言在推动2026年预算时遭遇执政危机，可能被迫解散国会提前选举，为法国政局投下不确定性阴影，也可能动摇外界对欧元区经济的信心。意大利和日本类似，经济增长预测低迷，不足 1%， 显示传统强国在新秩序下面临的压力。相反地，印度正崛起为全球第4大经济体，已超越日本。在安达曼海发现的大型油田将大幅增进其能源自给能力。同时，印度积极发展半导体和人工智慧产业，并透过强有力的政府举措扶植高科技，与美国的双边贸易额节节攀升，预计在2026年达到3000亿美元规模。在新的世界秩序中，印度正成为一支无法忽视的力量，在经济和科技上与中美分庭抗礼。除了超级强国之外，一些区域国家的政局变化同样折射出世界秩序洗牌的趋势。比如中东的沙乌地阿拉伯正完成庞大的产业计划，如朱拜尔工业城第2期工程，继续朝区域强权地位迈进。巴基斯坦则重新加强与美国的关系，试图凭借自身的石油和矿产储备，在中东扮演更重要的稳定角色。东南亚方面，泰国将推出新的永续生态旅游法规，越南也计划出台环境保护法令，以在全球价值观新潮流中站稳脚跟。新加坡将开设最大的综合门诊和科学中心，并在年末完成连接马来西亚柔佛的捷运线，继续巩固区域创新枢纽的地位。这些种种发展显示，各国都在为适应新的国际环境而调整策略。值得一提的是，朱迪的预言中有几个国家被视为2026年最安全稳定的世外桃源，包括加拿大、阿联酋、澳大利亚、荷兰、瑞士、丹麦、纽西兰以及日本。看来在风云变色的年代里，这些国家将相对保持平静与繁荣，成为动荡世界中的避风港。综合来看，朱迪描绘的2026年世界正走向一个旧平衡被打破而新平衡尚未稳固的阶段。美国试图重新掌舵国际秩序，但方式较以往更灵活实用。中国在领导人交替和内部转型中暂时收敛锋芒。欧洲内部政治经济充满变数，新兴力量如印度等则抓住机遇迅速壮大。同时，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因素也在浮现，比如前述与外星文明有关的征兆。世界秩序的大洗牌往往意味着动荡与机遇并存。对许多国家而言，这既是挑战，也是重新定位的契机。新的同盟可能形成，旧的对立可能淡化或转移，共识与冲突都将在重组后以新面貌出现。大体而言，朱迪眼中的2026年世界轮廓大致如下：美俄握手言和，中东重归稳定，中美重新谈判，欧亚权力消长，新势力崛起。许多情节磅礴存在于昨日还令人难以置信的剧本里，然而一旦预言成真，无数普通人的生活将被改写。对于身处这场巨变中的我们而言，也许要等到亲历其境，才真正理解这场秩序洗牌的意义和代价。每一代人
或许都会见证一次世界的改组，而2026年或许正是我们这一代的分水岭。如果说上述政治预言已经够让人心惊，那么朱迪对2026年的灾难清单更是让人不寒而栗。他的远见中，2026年地球将遭遇一连串极端天灾与异象，考验人类社会的韧性。我们不妨按类别逐一梳理这份灾难清单。首先是来自太阳的威胁。朱迪预警2026年太阳活动将异常活跃，强烈的太阳风暴可能袭击地球，引发地磁扰动。届时，全球通讯系统会因太阳风暴而大范围故障，多个国家可能出现网络中断、卫星讯号丧失的情况，一些电力和导航系统也会受到影响，进而危及交通和工业运行。人们或许将首次真切感受到，我们高度依赖的科技文明在宇宙力量面前是多么脆弱。当网络和卫星导航突然失灵时，城市可能陷入混乱，这绝非危言耸听。在朱迪的预言里，太阳的怒火提醒着整个地球村，我们头顶的那颗恒星既赐予生命，也能带来灾难。人类在太空天气面前依然缺乏足够的防范能力。接下来，大气异常将引发极端天候。预言显示，2026年的冬季气候反常，全球多地将出现剧烈的寒潮和热浪交替。北美洲北部、中西部地区将遭遇远超往年的严寒，狂风呼啸，大雪封门。一些平日温和的地区也将被寒气笼罩。同时，东亚和欧洲部分区域却可能相对暖和少雪，气候模式大乱。而在夏季，欧洲的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将经历破纪录的热浪炙烤，酷暑引发干旱和野火。意大利则可能持续干旱少雨，农作物欠收。全球气候磅礴，愈发两极化，异常高温和严寒在不同地区此起彼伏。气象混乱的一年将对各国的能源供应、农业生产和民生造成严峻挑战。随着大气动荡，风暴与洪水也接踵而至。朱迪的清单中明确提到，2026年将有毁灭性的热带气旋侵袭亚洲，台湾、菲律宾和中国东南沿海将遭受超强台风的正面攻击，狂风暴雨所到之处，基础设施和城镇建筑将受到严重破坏，大批居民被迫疏散。另外，菲律宾中部的坎拉翁火山预计在2026年喷发，其火山灰将飘散至泰国和中国南方部分地区，导致空气品质恶化和航班中断。东南亚多国如越南、柬埔寨、印尼还将出现突发暴雨引发的严重洪水，旅游胜地被淹，道路和村庄陷入泥沼，短暂瘫痪当地经济活动。欧洲方面，极端干旱使南欧饱受炙烤的同时，北欧一些地区却可能遭遇暴雨和河川泛滥，甚至有迹象显示英国的重要电力或供水设施可能遭到骇客攻击，导致局部地区停电、停水和基础设施瘫痪。地球的怒吼还不止于风雨雷电。预言中，地震将在2026年频繁上演，多个地区都榜上有名。其中，亚洲的日本东京可能遭遇强震，美国的西岸、洛杉矶、旧金山、西雅图和东岸、纽约都可能感受到 6.0 级以上的剧烈摇晃。太平洋火环带上的阿拉斯加、菲律宾群岛、墨西哥、纽西兰等地也难以幸免。一些城市的高楼会在深夜突然晃动，人们不得不仓皇逃到街头，部分老旧建筑物恐怕会在强震中化为瓦砾。朱棣勾勒出的画面磅礴在提示，2026年将是强震频发的一年，地壳运动仍然潜藏着未知威胁。其中若有一场强震发生在政局脆弱的缅甸，可能动摇该国本就不稳定的局势，诱发新的内乱，甚至波及邻国。朱棣还暗示，缅甸地震后，泰国与柬埔寨交界地区的紧张摩擦可能升温，可见自然灾难还可能诱发人为冲突。与此同时，非洲大地则在炙热的太阳下经受另一种灾难，那就是干旱与饥荒。预言指出，非洲南部多国，包括南非、辛巴威、赞比亚、莱索托、马拉维等，将遭遇严重干旱，河流干涸，农田龟裂，粮食产量骤减，数百万人面临粮食与饮水短缺困境。旱灾引发的饥荒和疾病可能蔓延，成为一场人道主义危机。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将紧急行动，协同世界银行和各国盟友，
为灾区输送食品和清洁用水，以挽救无数生命。非洲的这场苦难提醒着世人，气候变迁和极端天候对欠发达地区的打击尤为沉重，也考验着人类守望相助的良知。在美洲大陆，灾害同样此起彼伏。美国沿海地区将迎来异常活跃且猛烈的飓风季。朱棣特别提到纽奥良、佛罗里达和美国东岸部分城市将遭遇超强飓风正面侵袭，狂暴的风暴潮会吞没沿海，城市街道将变成河流，电力通讯中断，大批民众被迫逃离家园。而令人意外的是，一向少受飓风影响的美国西岸加州，今年也可能经历残余飓风或热带风暴带来的强风豪雨。与此同时，加州、加拿大西部、澳洲等地则进入更加严重的野火季。夏秋时节，干燥的植被在闪电或人为因素下被点燃，火蛇吞噬大片森林和社区，浓烟遮天蔽日，空气中弥漫刺鼻的焦味。消防员日以继夜地奋战，但长期干旱令野火一发不可收拾。这些景象几乎成了近年的常态，2026年恐怕也难以幸免。同时，热带气旋和季风雨还将导致全球多地发生洪水泛滥，日本、菲律宾、加勒比海诸国、墨西哥都被预言在洪灾名单上。从亚洲到美洲，无数城镇居民不得不为躲避洪水而举家迁移，国际救援队也将马不停蹄地驰援各处灾区。当我们在尘世间疲于应对这些天灾时，人类或许更渴望抬头仰望星空，寻找答案。然而正当人们仰望天空，朱棣预言了另一桩令人毛骨悚然的异象。在干燥荒凉的沙漠地带，将有人声称目击到不明飞行物的出没。那些神秘的飞行器忽然现身夜空，散发奇异的光芒，在寂静的沙海上空盘旋片刻，又倏然消失无踪。有人将之解读为外星文明在观察人类庞佛科幻电影的桥段真实上演。当全世界忙于应对地缘政治和自然灾难时，外太空的未知力量似乎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宣示存在。种种迹象显示，2026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从太阳到地球，再到天空彼端的神秘访客，多重挑战汇聚而来，人类将在炼狱般的考验中寻求生路。朱棣列出的灾难清单让我们深刻体认到，大自然与未知力量的威力远远超出人类的掌控范围。在高楼林立、科技昌明的21世纪，人类往往自信可以驾驭环境、预测未来，但一连串的飓风、地震、火山和来自天际的风暴就足以轻易颠覆这种信念。如果2026年的景象真如预言所述，我们唯有加强全球合作，共同提升防灾减灾能力，同时对天地心存敬畏。唯有尊重大自然的规律，谦卑审慎的发展，我们才能在灾难频仍的未来求得生存与延续。回顾朱棣对2026年的整体预言，我们彷佛看到一幅充满戏剧性和矛盾交织的未来图景。国际政治上，大国角力与罕见事件并存，科技进步与伦理挑战相伴，自然界中灾害频仍又奇事丛生，给人类社会带来重重考验。这些预言有的耸动惊人，有的发人深省。我们不禁要问，假如这一切真的发生，我们准备好了吗？也许有人对这些超前的预知持半信半疑态度，但历史告诉我们，许多改变世界的时刻往往在发生前都很少有人预料到。朱棣的天赋让他在混沌中瞥见未来的一角，虽然未来始终充满变数，但他的远见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视角，把可能发生的危机与转机预先展现在我们眼前。他提出这些警示，并非让人陷入恐惧绝望，而是提醒世人保持警觉和思考。如果2026年真如朱棣所言，是一个破旧立新的历史关口，那么身处其中的我们或许也该重新审视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当政权更迭、秩序洗牌时，我们能否从历史的兴衰中汲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当天灾人祸接踵而至时，我们能否团结合作，以人性的光辉战胜困难？朱棣预言中的一个细节耐人寻味，他说2026年将带有一种精神性的震动，世界各地的人们会开始反思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古老智慧将重新回到人们的文化、政治生活中，大众重新学习
如何用爱与智慧连结彼此，共度难关。也许在至暗时刻，我们反而能找回久违的同理心和精神价值，为破碎的世界带来一丝疗愈与希望。当然，预言毕竟只是预言，未来尚未发生，一切仍有转圜余地。或许正因有人提前看到了危机，我们才有机会提早防范并加以改变，让未来朝更好的方向发展。朱迪这位国际灵媒，用他震撼人心的预言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同时也提供了一线希望的曙光。对于即将到来的2026年，我们所能做的，也许就是怀着敬畏与勇气，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路。因为无论预言如何描述，真正决定未来走向的，最终还是我们人类自己。让我们怀着谨慎而积极的心态，迎接2026年的到来吧。即便前路险峻，人类文明仍在继续进步。届时，全球将共同举办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合办的世界杯足球赛。体育盛宴或许能在动荡中凝聚人心。美国太空总署预计在该年创造历史，送首位女性航天员登上月球，重新点燃人类探索太空的热忱。科技和医疗领域也传来捷报，科学家将利用 3D 列印技术帮助瘫痪患者重新站起，人工智慧辅助诊疗，让疑难杂症更快获得准确诊断。即便风雨欲来，人类并非束手无策，在许多方面我们依然勇敢前行。或许风暴无可避免，但当乱云飞渡之际，我们仍可以选择守护希望，在巨变中寻找成长，在灾难中磨砺智慧。愿朱迪的预言能为我们点亮一盏警示的明灯，使我们在面对未知未来时更懂得团结、自省与珍惜。2026年会否成为人类历史上刻骨铭心的一章，只有时间能回答。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珍惜当下，放眼未来，为任何可能的风浪做好准备。